以色列的内乱还在持续，形势呢比较危急，甚至有人说呀，这都有可能会引发以色列的内战。而有些外媒呢，居然甩锅中国，说是中国主导的中东的和解导致了以色列的内乱，甩锅我们中国呀，将制造中东地区的动荡。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要说起这种说法那只能说它是胡说八道了。这个呢，你别看他就会把这个热点和这个舆论结合在一起，管它真假呢，反正先把这热点和中国结合在一起，凡是负面的，凡是坏的，都甩到你中国的身上。这就是这些外媒、这些西方媒体的一种舆论操作的手段。咱们说回现在以色列内部这个局势，确实是够乱的，而且两派政治力量呢现在是非常的对立。但是你说是不是真会导致内战？可能说的呢也有点夸张一些。至于说我们中国的和平政策我们提出这个和解，那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事情我们是最不希望中东产生动荡了。我们一提中东，直接想到的是沙特呀，想到的是伊朗但以色列也是中东地区重要的国家呀，而且我们中国和以色列的关系也比较友好，我们和以色列有多方面的，甚至是比较深入的一些合作。你就比如说吧，我们和以色列在科技方面、在军工方面、在农业方面都有很深的合作。你看，就咱们用的当年最有代表性的这个霹雳8型短距格斗弹，这个它的原型就是以色列的怪蛇3型空导弹，这就是中以技术合作的一个成果。而且我们和以色列之间的合作还不止于在这一层，比如说我们起到了以色列和中东其他的这个伊斯兰社会的这个沟通的桥梁的作用。总之中以之间的关系应该说还是相对比较好的。说起以色列，它的这个内乱呢，和我们主导的这一套东西，主导这套和平的这套框架，它没有这个必然的关系。而且我们主导这框架对以色列还是有益的呢。以色列的内乱主要是它一个内政和它的经济问题，以及以色列内部它的世俗派和它原教主义派所引发的那种不可调和的这种矛盾。然后呢，内塔尼亚胡不就要搞这个司法改革，要把这个大权独揽，要多拿权力，用更强硬的态度来解决这些问题嘛？这是它爆发的根本的一个原因。我们现在主导的这套和平的框架呀，对以色列来说，你说客观上会不会产生压力？当然会了。因为如果是在中东地区伊斯兰国家之间能够达成和解的话，那作为美国在这个地方的霸权就会受到冲击。那么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又是利用以色列，那这一点上来讲，很明显从外部来说对以色列产生了影响。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反而是更多的是正面的影响。因为如果中东能够和解的话，包括我们提出的和平方案，这其中其实也包括以色列嘛。况且呢，以色列在中东，他想和周边国家的相处，他也要选出这个和平的方案。你别说我们在主导这个和解的这个大框架了，以色列它本身也是在跟阿拉伯国家，在跟伊斯兰世界逐步进行和解吧。你比如说，他在当年和埃及那是打了多少次的中东战争，那埃及跟以色列最终他不是要打成和解吗？老打下去谁也承受不了。另外，以色列呢和巴林和沙特之间也采用这种和解的这么一种政策。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和我们提出的和平框架它整体上它这个是相符的。而且我刚才也说了，我们还可以起到以色列和伊斯兰世界沟通的一个非常积极有用的桥梁。因为我们几边都说上话，我们不干涉别人的内政，不搞这种霸权强权，我们这个话能说得上，这里边我们发挥的作用更积极的。从我们提出这些框架来看呢，中东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色列国内的这个问题它很可能会持续的发酵，这种发酵会外溢的。这个确实是中东未来和平进程的一个不可确定的一个因素。咱们现在提出这么一个框架，等于是播下这个和平的种子。这个和解嘛，也只是和平的第一步换句话讲，现在也刚刚处于这个和平的孵化期。在这个时候，任何的变数都可能引发这个地方你不可预测的这么一个结果。